大概什么样的大便会是品质比较好的大便？如果排便出来，咚一下子就掉到马桶底，表示你最近 dietary fiber 不够。正常的大便呢，你排出来之后呢，有2-3条，但是要在马桶里面载沉载浮，而不是一块在这咚就表示你饮食太精致。台湾几乎每30分钟就有一个人被诊断是大肠癌。每天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大肠癌是长在右边的大肠，它是不会有症状，是大便潜血，比如说一天流5cc 的血，你自己也不会感觉。那左边呢，发现说大便变得比较小条，频频上厕所，或是有时候会解出一些黏液的东西，或混着血液的东西，所以左右边的症状表现是不一样的。大肠癌大概会都是从息肉演变来的啦。我每年都去追踪，我每一次检查都有息肉，他每一次都帮我拿掉，可是我为什么每一次都还复发息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代表我是一个高危险群？您现在收看的是精华版，如果要看完整版的话，请点击下方连结加入官方 LINE。嗨，大家好，我是宋晏仁宋医师，欢迎您来到初日会客室。今天为您邀请的是非常优秀的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台大医院的梁金彤梁医师梁教授。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梁金彤医师，在大肠直肠疾病为病人服务的临床诊疗已经有30年的历史。那我想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大肠直肠癌有些数据统计，台湾呢是全球发生率最高的国家，曾经一度是台湾的癌王第1名。根据统计呢，大概台湾几乎每30分钟就有一个人被诊断是大肠癌。为什么它会成为我们这种进一步叫做国民癌症？这中间就是反映出我们台湾已经步入世界先进国家，来到门诊的超重的比例1半以上，三高的比例也有1半以上。所以随着这样经济的起飞呢，就造成第一点，饮食逐渐西洋化。欧美的国家为什么会大肠癌会那么多呢？就是素食店。韩国跟日本本来是胃癌发生率最高，为什么现在都变成大肠癌？就是跟西式饮食有关系啊。那其次呢，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你活得过久就会有可能让良性期就变成癌症。大肠直肠癌怎么样形成的？应该是所有的癌症都一样，就是说有你本身体质的因素，有环境的因子，饮食生活就是环境的因子。那我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大肠直肠癌来说呢，跟遗传有关系的占不到2%。那个宋院长跟我问说，台湾这个大肠直肠癌发生率世界第一，其实不是，这个反映说我们台湾的医疗品质是世界第1名。你看我们这个大肠直肠癌的筛检呢，如果大家怕做大肠镜的话，可以做大便潜血的检查，每2年一次就。现在已经把他的年龄往下降，变是45岁。所以呢，我们台湾这个筛检的工作做得这么好，所以说刚刚讲说，我们台湾是不是大肠直肠癌的发生率是第1名？不是这样，是我们诊断力的提高。所以除了用这个临床上叫做 FOBT 啦哈，就是做这个检查之外，每天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然后可以让我们提早警觉的？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及早诊断出大肠癌？左右边是不一样的。大肠癌是长在右边的大肠，比如说盲肠、升结肠或是横结肠的地方呢，它是不会有症状，是大便潜血，比如说一天流5cc 的血，你自己也不会感觉，只有靠大便潜血检查才会检查得出来。所以呢，右边的大肠癌最常见的症状表现就是贫血。那左边呢，那个时候大便已经渐渐成型了，在降结肠、乙状结肠或甚至直肠的大肠癌才会造成大便习惯的改变，发现说大便变得比较小条，频频上厕所，或是有时候会解出一些黏液的东西，或混着血液的东西，所以左右边的症状表现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便秘本身跟直肠癌没有关系。你说便秘跟大肠直肠癌有怎么样的直接的关系？我想是没有。但是呢，常常便秘的人表示说怎样，你的纤维质的东西吃太少，你饮食过于精致也是比较容易罹患大肠直肠癌，所以是有关联。我有一次跟一个延世大学的教授，他也是在韩国一直做得很有名他就带我去吃烤肉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韩国人就是很 balance， 吃烤肉的同时呢，几份的青菜这样把它包住这些 fiber 呢，即使有致癌物，经过这些大白菜这样经过这样稀释呢，膳食纤维为什么会预防大肠直肠癌？也有人讲说，这个就是它稀释那种 carcinogen。好，那我想就进入到下一个题目了。大概什么样的大便会是品质比较好的大便？正常的大便呢，就是成条状，大概一次就是解个2-3条。除了看外形之外，你要看你如果排便出来，咚一下子就掉到这个马桶底，表示你最近这个纤维质 dietary fiber 不够。正常的大便呢，
你排出来之后呢，要在马桶有2-3条，但是要在马桶里面载沉载浮，因为它的密度呢是跟木材大概是一样，而不是一块就在咚就表示你饮食太精致。那您刚刚提到其实很关键一句话，马上就让我觉得想要追问的就是说，大肠癌大概会都是从息肉演变来的啦哈。那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就大概听到这个老师说，多发性息肉它的风险变成癌症的风险要远超过单发性息肉。那我想要追问的问题就是说，单发性跟多发性的差异。一般来说，息肉有分成几种。一种叫做增生性息肉，这个最多的，你就看到很扁平啊，一点的，而且常常是多发性的。增生性的息肉就是还是在起步的阶段，就是说，我们肠腔里面碰到一种致癌的因子或是怎么样的刺激呢？太肥胖的人会容易造成大肠直肠癌，或者是三高的人、糖尿病的人，大肠直肠癌的机会可能会比较高。控制血糖，或是你减重，就是说你诱发因子你把它改过来，它就 reversible， 它就可以恢复原状。那以目前来说呢，大家公认的想法就是说，你增生性息肉长很多，这个不会癌化。第二种叫做发炎性息肉，这个尤其在台湾，我大概每个月的门诊呢，大概看到发炎性肠道病变，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啊，就是肠管的慢性发炎，就是腹泻啊。第三种息肉叫做切腺瘤，这种hamartoma也是遗传，年轻人呢消化道出血呢，有一部分的病人被诊断出这个是先天基因缺陷引起的啊。最有名的一个疾病叫做 PJ 症候群啊，这种 PJ 症候群的人呢，口腔的黏膜呢也会产生黑色的斑点。这三种，另外真正跟癌化有关系的，叫做腺瘤性息肉啊。大部分的大肠直肠癌都是从腺瘤性息肉来的，从那个良性息肉，从腺瘤到腺癌的机制。良性息肉就是良性的肿瘤啊，就是也许我们饮食生活形态造成那些基因型的变化。那哪一些个环境因子容易造成大肠黏膜的基因变化？吃的太油腻的人比较容易造成息肉的变化。为什么？因为吃的太油腻的东西呢，为了消化这些脂肪呢，肝脏就会分泌胆酸啊，胆酸为了促进脂肪的乳化，会造成息肉的形成。我们一块牛排大概脂肪的含量大概是50%，如果和牛的牛排因为吃起来那么嫩，那大概有含了60%-70%嘛的那个脂肪。那第二个原因呢，因为牛肉里面的红肉里面含有很多铁质，就是很容易经过铁质的氧化还原的关系，造成这些电子中的游动，就是造成自由基的形成。至于说吃红肉为什么会造成大肠直肠癌的增加，这个都是综合性的。你说抽烟跟肺癌有关系这是空气污染跟肺癌有关系 ，PM2.5 这些，我想这些也都是综合性的。那我就想要提出一个我个人的问题，也是帮大家问我每年都去追踪，我每一次检查都有息肉，他每一次都帮我拿掉，可是我为什么每一次都还复发息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代表我是一个高危险群？他该追踪的频率该如何？那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建议？第二个就是多发性息肉是应该一次拿掉还是分次拿掉？这个是看医师本身的 policy 你要考虑他息肉的大小有些人在外面的诊所他不跟人家做息肉切除，因为做息肉切除有它的危险性，因为你通电流进去把肠子这样弄掉，尤其是肿瘤如果比较大的，它有穿孔的危险，所以你要考虑到那个息肉的大小。如果多发性的小小的息肉，事实上如果10几个应该看到就是整个把它拿掉。我都常常跟学生讲说，我们当外科以目前这个台湾的医疗环境来说，就是你要有 humanity 才做得下去，不然人家皮肤科下午就下班了呢。薪水跟你差多少，搞不好他的收入还比你高，都还更高。所以我们surgeon呢，就是要有一点 humanity 至于说你拿掉息肉，就是单颗的息肉，你把它管状腺的你把它拿掉，接下来第二次再做大肠镜，大概是5到10年再做第二次就好。所以不需要每年追踪，不需要每年做，但是呢，美国的那个胃肠学的协会啦，也创造一个guideline，它也分成说10颗以上呢，要2年做一次。OK， 它分类也太复杂了，哪些情况要2年做一次，3到5年做一次的那个分类的太复杂。我这一本书里面的表里面也有，这个大肠直肠癌问答101里面有这个，有那个表。事实上也不用过度恐慌比如看到息肉，第0期的癌症看起来很像是癌症，你如果做大肠镜进去，看到那个长得很小，但是它已经是癌症了，已经侵没到黏膜下层了，你不应该跟他做息肉切除，你要叫他来外科手术。因为呢，你跟他做息肉切除后来才发现说切不干净，然后再来我们外科手术，这样变成一只牛，你跟他剥2层皮。OK， 好，那我们最后一题来问，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幸发现自己有大肠癌，要怎么面对？现在的治疗方法的选择大概有哪一些？事实上，我们泛指说大肠癌，但是癌细胞有很多种所以呢，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大肠癌的诊断你一定要跟医师确定清楚。我这个癌症
是腺癌还是什么其他的分化不良的癌症接下来呢就是治疗的方针呢，要不要手术？第0期的癌症可以靠内科的 EMR 黏膜刮除术把它刮除干净，这个根本就是对病人来说是完全没有 invasive。如果说肿瘤呢一旦侵犯到黏膜下层，长出那个黏膜之外，我们肠管分成4层嘛，第一层是黏膜层，癌细胞就是从黏膜层出来，长到越来越大的时候就钻入第2层黏膜下层，第3层就是钻到肌肉层，第4层就是浆膜层。所以呢，癌症的分期就是靠这样来分期。常常跟病人讲说要进来手术的话，都要经过2-3天的确定，好像我们要拟定作战目标一样，做一个精确的分期。第2期到第3期就是要靠外科手术把它切除干净，因为我们大肠呢没什么功能，只是吸收水分而已。所以呢，经过这样外科手术的切除呢，不会对生活的品质有任何影响。可是我们现在很夯的一个题目叫益生菌那益生菌大概生长的主要位置应该就在大肠，所以从您的观察，会不会跟我们现在科学上面新的发现不一样？就切掉大肠之后，真的没有影响吗？它就没有影响？就没了。可是就没有那种环境可是它对身体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没有影响。所以我就常常跟病人讲说，尤其这个大肠直肠癌要勇敢的接受手术。那至于说平常补充益生菌到底有效吗？有些人就是说你吃进去的，你就吃那就是表灰饼或者什么的那些东西进去呢，你在经过消化液的消化都没了。尤其人家在 promote 的益生菌，益生菌的种类很多嘛，他就说即使它这些细菌死了，但是它的躯壳还在，那些躯壳呢有助于肠道里面原本有的益生菌的增生。反对人又说怎么样让益生菌能够多，你就是要多吃 fiber， 你就要改善你自己的体质，你要营造自己本身，比如说要多运动，不要肥胖，这个就好像中医一样也许是有补，但是你真正说益生菌的哪些成分对我们肠道有帮忙 specific 讲不出来，因为我们大便里面的菌种太多了。那我们访谈的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想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另外一个环节，就是快问快答了。好，喜欢吃辣或重口味会导致大肠癌吗？我想完全不会，但是呢，吃辣或是重口味的人呢，尤其是吃太辣的人呢，会造成便秘。不放屁或放臭屁代表肠胃不健康吗？这个也不是，排出来屁的成分呢，大部分都是嘴巴吞进去的。我讲话讲得很快，不停的吞口水，或是我紧张的时候一直吞口水，我吞了很多气体。因为你如果说是细菌的发酵的话，应该是主要的成分是二氧化碳或者是说为什么有些人排气会特别多，这个跟你饮食有关系。所以基本上呢，放臭屁主要的原因就是说，第一点就是你可能有便秘或是肠子蠕动过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还是跟你的饮食有关系。至于说这些臭屁会怎么样影响大肠癌，没有。为什么我们很少听到小肠癌，但是常常听到大肠直肠癌？对，我常常跟学生讲说，有胃外科，有大肠直肠外科，为什么没有小肠外科？因为小肠的疾病太少了。小肠呢，它里面呢有很多免疫细胞，因为小肠的蠕动很快，免疫力特别强。OK，但是小肠一旦产生肿瘤，就是恶性的。平常你自己都吃什么呢？当然，我肉类的东西也吃的很多，我喜欢吃肉，我都常常跟学生开玩笑说，叫人家不要吃红肉，自己红肉拼命吃。这个虽然我红肉吃的多，但是我蔬果吃的很多。OK， 好，那最后一题，我想说，你最常给诊间病人的建议会是什么？就是要多吃纤维不要吃太甜。因为癌细胞很喜欢甜食。定期运动，保持这个体能的活动度。平常呢，就是要多吃新鲜的食物。如果万不得已，你就是多吃一些保健的食品甚至你也可以吃一些维他命。我每天都这样吃，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梁医师，谢谢你，今天我们畅谈愉快，谢谢。